高达世界中的新人类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成为新人类？接下来对新人类一词的解释主要来源于 OFF 和 GPF， 其中呢 OFF 的出版时间较早，因此在他所提及的设定中并不包含后来的独角兽的设定，所以一些细节逻辑上面可能会有些冲突，希望大家周知啊。最早提出新人类这一理念的是吉翁戴肯，其实他口中的新人类不过是一种愿景，他预言人类将在宇宙中迎来进化，宇宙居民也将成为人类下一代的根基。他希望未来的新人类拥有着相互理解彼此的能力，并能够从根源上杜绝战争的出现。而具体到新人类的表现上，在戴肯口中也只能说是拥有着能够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由于此时的新人类一词啊，连口号都算不上，所以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定义。说起来哈，传言达芬奇和特斯拉也有着光看事物外表就能解析内部构造的能力，难道说他们就是早期的新人类？开个玩笑罢了啊，大家不要当真啊。而当扎比加上台以后，新人类一词的含义就开始有所转变了，也就是基连扎比口中的优等人类生存说。此时的新人类一词完全成了扎比加鼓动民心的宣传口号，让宇宙居民产生民族意识，来对抗联邦政府的镇压。UC 纪元的学者们纷纷将其评价为旧世纪的神选之民思想，也就是纳粹主义。同时，相较于吉连扎比拿新人类当口号的行为，基西利亚扎比则是付出实际行动，着手于新人类在军事用途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啊，无论是吉翁戴肯还是吉连扎比，都只是政客罢了。他们所说的新人类不过是思想层面上的，真正将新人类的特征具体到表现层面上的，还得是紫色老太婆。它将存在于新人类身上的两大特质：超强空间感知能力，能发射感应波的能力，合二为一，制造出了专门供新人类使用的武器赛可缪系统。由于该系统使用的是米氏粒子通信，因此可以让新人类在米氏粒子浓度较高的环境中，也能够进行另一种意义上的超视距打击。这种直接改写战场游戏规则的发明，确实可以成为吉翁翻盘的底牌。只可惜啊，新人类实在是太少了，而且还偏偏有一部分在敌对阵营。新人类彼此之间啊，又有着很强的感知能力，因此到了战场上，还没等赛可缪系统大发神威呢，就被对方的新人类给擒贼先擒王了。这里啊，有着两个非常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那就是紫色老太婆和联邦公认的这部分新人类，也就是阿姆罗、夏亚、拉拉他们，会因感受到彼此的存在而自相残杀。就算是阿姆罗在1年战争中体验到了因亲手杀掉拉拉所带来的痛苦，可到了格里普斯战争期间，当阿姆罗感受到强化人的存在时，又一定程度的展现出了好战的一面。至于卡缪和希洛克啊，则更离谱，直言感受到彼此是一种压力，是一种让人厌恶的感觉。这与戴肯所预言的新人类会彼此相互理解、消除战争，简直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另一个是新人类目前的表现大多啊都是基于战场上的，而且还是基于米氏粒子的。由于有米氏粒子干扰雷达，才有了视距内作战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新人类才能够发挥其超强的直觉，规避射速极高的光束枪，同时也有借由米氏粒子通信才能够做到的超视距打击。也就是说，没有了米氏粒子，新人类在战场上的能力将大打折扣。这么看来的话，与其说他们是适应了宇宙生活的新人类，不如说像是被米氏粒子所改变的人类。怎么说着说着就感觉00中变革者加 G 离子的设定与新人类和米氏粒子的设定简直是如出一辙呀。唯一不同的是，从戴肯的角度来看，这些新人类驾驶员并不是他所希望的新人类，00中那种变革了的且互相理解的人类才是他所期望的新人类啊。好家伙 ，UC 正统在00是吧？不过表现上的新人类是受米氏粒子影响才出现的这一点啊，也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其实像木星考察队那帮人，比如布尔上尉啊、希洛克啊，应该是跟米氏粒子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也成为了新人类了。客观上来讲，成为新人类的条件，甚至到底什么是新人类这件事啊，都还很模糊。这一点高夫妇也自己也承认，在新人类刻画上越来越有一种超能力者的感觉了。然而这其实并不是他心里想要的效果，而且新人类其实啊也并没有什么预知未来的能力，他们只是直觉非常的敏锐，反应非常的迅速，给人一种能够预测未来的错觉而已，与那些所谓的超能力者啊更是两码事儿。而在动画中，雷比尔将军和德金扎比也都会感慨，新人类本来指的应该是不再需要进行战争行为的人类，结果现实却是大家把新人类当成了超能力者使用的战争工具，到了战场上二话不说，新人类之间就先自相残杀起来了，属实是讽刺。而由于新人类的数量实在太少了，军方这边呢则是放弃继续挖掘新人类群体，转头研究强化人，想以人造量产的方式实现新人类武器的军事化，因此一切与新人类有关的资料都被封杀。新人类一词呢又是吉翁那边提出的概念，在联邦这边也成为了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东西。可是军方看法归军方看法，
超能力者这个东西到了民间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拥有着异于常人体质的新人类很容易被民众所向往，甚至是敬仰，进而衍生出各种宗教。尤其是当阿姆罗引发阿克西斯奇迹以后，新人类的神话程度又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如果联邦再不有所作为，以阿姆罗为标志的第二个吉翁戴肯可能就要孕育而生了，这才是联邦最为恐惧的。以上就是新人类与联邦和吉翁之间的关系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变成新人类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关于新人类是什么，别提剧中的人物，连高父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表达清楚。如果说你只是想成为剧中的阿姆罗那样的有超强的感知能力且能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的人，那只能用戴肯所设想的在宇宙中生活就能变成新人类这一方法了。因为虽然阿姆罗是土生土长的地球人，但也在宇宙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其他新人类也大多有相似的经历，所以如果想要成为新人类，就先完成上宇宙这个小目标吧。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视频创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战争打得你死我活的，却为啥很少看到有直接扔核弹的？在现实世界中，不管是普通武器发展如何，一旦讨论到世界大战级别的战争时，大家纷纷都会提起战略级武器核弹。没有核弹打什么仗？打到最后还得靠核弹等言论，在互联网上也算得上是家常便饭了。那么问题来了，在高达宇宙中，敌我双方经常杀得你死我活的，按理说啊，早该丢核弹，快进到废土模式了。为啥剧中却很少用呢？抛开传统核武器在宇宙中本身效果就不怎么好这一客观事实，还要具体看一下各个不同作品的世界观。咱们还是拿看的人比较多的 UC、SEED、00三部作品来说吧。首先最简单的就是00这部作品的世界观中，各大国虽然延续着冷战思维，但终归还都是小摩擦，到不了用核武器的程度。而天人组织又是来结束战争的，肯定也不能用核武器，不然就不止被各大媒体报道为恐怖分子那么简单了。各大国想打天人，也找不到他们老家在哪儿，所以只能在战场上硬碰硬。阿洛斯与纯元和天人的战争也是跟打游击差不多。换句话说高达00的战争都不是什么大规模世界大战，所以不管它设定是如何描述核武器的，单就使用层面上来说，就没有到使用战略核武器的级别。然后呢，就是 SEED 这部作品算得上是历代高达作品中核武器戏份最多的一部了。战争白热化的标志就是地球联合给 Plant 殖民卫星来了一发核弹，之后呢 Plant 便快马加鞭地研制出了中子干扰器，将以相当庞大的数量播撒到地球以及 Plant 周围。在这一前提下，别提核武器了，就是核电厂都没法用了。而转机是扎夫特自己研发的反中子干扰器，本意是想让己方的 MS 用上核能，结果被内鬼克顿卖给自然人，核武器再次粉墨登场。不过由于流星系统的变态拦截能力，导致其没能有什么发挥。另一边，克顿又怂恿狼爹直接把自己的大宝贝亮出来，让自然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战略级武器。对比创世纪那恐怖的威力和打击距离，核弹就显得有点小儿科了。到了第二季，自然人一上来就想拿核弹搞偷袭，结果又被中子惊跳器教做人。后面大战中呢，镇魂曲和小号创世纪的出现，更是标志着战略核武器早该翻篇了。其实关于 SEED 中出现这些超级兵器，官方有着很多详细的设定，有些还挺有意思的。等有机会我可以给大家单开一期讲。最后呢，就来到战争持续年份最长且设定也最多的 UC 系了。其实 UC 纪元的核武器一直都在暗戳戳的刷存在感，有些是剧中就有提到的，有些是外传或官方设定集中打的补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高达系列毕竟是世界上唯一受到过核打击的日本所创造出来的 IP， 而 UC 又是日本老一辈反战人士高达之父富野由悠季的大儿子，凡是由他主导拍摄的作品，对核弹的描写都是相当克制的。只不过随着不断有其他编剧参与到 UC 系列作品的创作，因此在 UC 世界观中，在一年战争刚打响的时候，联邦与吉翁就签订了南极条约，特别提到了核武器的禁用问题。不过这个也有说头，咱们稍后再说。在富野主持创作的作品中，使用核武器最有名的就是《逆袭夏亚》这部电影了。影片中，隆德贝尔小队为了阻止新吉翁残党把阿克西斯砸向地球，而动用了核武器攻击，并且设定中明确表示，这时使用的核武器就是旧时代的产物，而非0083中那个 MK82 核弹。而且看得出，隆德贝尔这边核弹数量并不是很多，布莱德是多次用导弹掺杂着一颗核弹的方式来给真正的核弹攻击打掩护。吉翁那边呢，又有总帅和丘尼的浮游炮拦截，导致最终成功打击到阿克西斯的核弹寥寥无几，造成的战果也远达不到预期。我个人认为
至少在 UC 系列中，别跟我抬杠倒 A 算是 UC 后续啊。在描述这种双方大规模交战的场景时，富野是不想通过刻画核弹夸张的威力，以达到所谓的廉价的反战效果，而是根本不想让大家对战争中的核武器寄予希望，仿佛核弹来了就能解决问题一样。有一种不宣扬暴力的强大就是最好的反暴力，大概是这么个感觉。另外，放眼整个 UC 世界观，还有一些场景啊，也是在原设定中或日后打的补丁中有提及核弹问题。例如，在吉翁发动的不列颠作战中，联邦为了阻止殖民卫星坠落地球，是动用了核弹的，可是依然没能阻止殖民卫星的坠落。在联邦与吉翁最著名的正面战场卢姆战役中，联邦这边啊是出于自信，懒得用核弹，免得有舆论压力。吉翁这边啊是准备好了要使用核弹，结果发现 MS 就够联邦喝一壶的了。在奥德萨会战时，马克贝打算给攻进来的联邦来一发核弹，结果还被阿姆罗给阻止了。1年战争末期，巴尼最爱的圣诞节那天，吉翁原计划也是用核弹直接扬了赛德6，不过呢也被联邦制止了。其实可以看到啊，1年战争期间，虽然南极条约是吉翁提议签署的，但最爱用核弹的就是他娘的吉翁，突出一个不讲武德。只不过联邦这边不轻易使用核弹，也是因为他们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拿下1年战争，尤其是随着 MS 技术的发展以及大镜子这种超级武器的顺利研发，民众最敏感的核武器那最好就是能不用就不用。而与1年战争调调完全相反的就是0083了。这部作品评价可以说是相当两极分化的，一雪前耻的味道。其实吧，在创作影视作品时，体现敌我双方都有劣迹，以及更立体的展现敌对阵营中的角色，都是可以理解的。无论角色身在何方，都有自己的家人、队友，会有想报仇的举动啊，也是很正常。可是进行这部分描写时，也要注意原作的背景设定。吉翁这个在1年战争中从行为到思想上，在设定中都几乎对标纳粹的存在，居然会有如此招魂的刻画，属实是有点过了。而且剧中对 GP02 的战术核弹 MK82 的刻画也是相当有问题，一发核弹下去，画面中全是战舰残骸，这可是宇宙里啊，核弹哪来的这种杀伤范围？在设定集中啊，也是明确表示，首先是当时联邦正在举行阅舰式，米氏粒子分布稀少，战舰之间距离也很近，在这2个前提下，这颗特制核弹爆炸后所释放的放射线打穿了稀薄的米氏粒子，使米氏粒子阻隔放射线的效果几乎失效，并穿透战舰的防辐射装甲，给舰内的官兵带来了严重的中子辐射，同时也对电子设备造成了破坏。也就是说啊，很多战舰其实从外表上看是毫发无损，但内部却已失去运作能力的。设定中并没有提及什么因战舰失控而导致的连锁爆炸。所谓的2/3联邦战舰失去作战能力，大多数呢其实也是内伤，而并非像剧中描述的那样一片狼藉。所以说0083这一段核爆的场面，无论是故事叙述角度还是作画的表现力，都是有着相当大的问题的。而正是这些问题迷惑了一些观众，会让他们觉得对嘛，丢核弹就对了嘛，早丢早完事儿了嘛，为啥不再整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批判这种剧情啊，就是披着反战的外衣的招魂作，看似是表现核弹的残酷，其实呢是一种反战败主义的宣扬。0083别提跟其他的 UC 作品比，它就是跟很多 UC 粉丝看不惯的 SEED 比，SEED 中对核弹乃至超级武器的描述啊，都要显得更加反战一些。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为什么机甲作品中的机甲都是五颜六色的，生怕敌人看不见吗？在很多科幻作品中，机师们尤其是王牌驾驶员们都喜欢把自己的机体涂装得非常的妖艳。拿高达来说啊，像是红色彗星、青之巨星、黑色3连星等等，那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更别提被吉翁视为白色恶魔的高达系机体，可见人类打心底啊就对白晃晃的东西敏感。可是问题来了，在追求实用性至上的战场上，涂装成这些显眼的颜色，让敌人一眼就能认出来，打完就升职加薪，这不是自找的当活靶子吗？难道他们生怕自己死得不够快吗？其实在现实战争中，士兵们就有给自己爱机涂鸦的传统，就算到了现代战争，大多数军用武器涂装都以保护色为主，高层也不允许擅自进行涂鸦，但到了基层执行侧，甚至还会出现校官带头搞小涂鸦的情况。毕竟一旦你给机体做了特殊的记号，就代表它是独一无二的，只属于你的东西了。对于人类来说，这种感情的投入在战场上也是能给自己带来勇气的支柱。而到了高达作品中，则又有别的说头了。其实按理说啊，在雷达普遍失效的高达宇宙中，能够干扰视线的涂装反而是更加重要的。
可是啊，不同于现代战争中，战争机器相对固定的应用场景，高达中的机甲大多数主打一个泛用性。今天早上可能还在宇宙里边黑吃黑呢，下午就跑到地面上搞空降作战了。你还让整备员抽空给你机体换个颜色？信不信整备班老大爷直接把你给撕成碎片？在这一前提下，保护色只能说是能有则有，更重要的还是让友方能够一眼认出你是谁，提升士气的同时，还能让对面多往你这边聚，刷战绩。这也算得上是王牌驾驶员对自己技术的一种自信。到了战场上，气势就不一样了。就好像玩游戏时，如果你不知道对面是什么来头，你心平气和的跟他打，可能发挥还好点。可一旦你知道对面是个顶级高手，心理压力一下就上来了，操作起来啊反而会更加手忙脚乱。相信常玩对抗游戏的，技术又不是那么好的朋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而对于高手来说，如果你的 ID 或角色形象能够让别人一眼就认出来，这时一个自信满满的涂鸦往往就成了让对面闻风丧胆的存在。赛后结算阶段再搞个 MVP， 让他们好好欣赏下你用心设计出来的涂鸦，那就更别提有多带劲了。像我最近在玩解线机时，就深刻领悟了这个道理。当我千辛万苦的获得了自己心仪的机甲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钻到格纳库里边，详细研究这台机甲该如何搭配颜色。再加上这款游戏配色上面的自由度非常之高，具体到身体的每个部位的每个结构都能详细调整配色方案，然后像大型的印花标志以及是否增加警示图案等都可以自行选择，搞得我模型之魂都觉醒了，仿佛是在给即将开工的模型选择配色方案一样。遇到有些机型比较特殊的机体，还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某位传奇机师，并将配色改成他的惯用色。像我用心调整过颜色的，有我最初一段时间使用的重型近战格斗机赤霄，有人气最高的高速变形轻型攻击机天袭者，有我后期最爱用的超重型防御机飓风，还有虽然不常用但却被专门拿来玩喷涂的超重型攻击机地狱火，以及重型狙击机阿奎纳。喷涂完成后，结合这款游戏相当具有真实感的格纳库设计，比如时不时走过的巡逻士兵，比如偶尔会路过的整备班小车，代入感那真的是没谁了。就这么说吧，这游戏啊，光是在格纳库里边捣鼓喷漆、欣赏喷涂成品，都能让我玩很久了。而且除了能给自己的爱机换色，还能安插各种配件，这些配件吧，还不是无脑的加性能，在伴随某些性能增加的同时，其他一些性能啊还会受到影响，这就需要你根据机体的特性以及你的战斗习惯克制化调整了，搭配起来啊也是有一定深度的。当然了，有的人在乎机甲的涂装，有的人更在乎角色形象，这款游戏也是有给到相当自由的捏脸系统，体型调整呢也是不在话下。有人可能好奇啊，这驾驶员不是一直坐在驾驶舱里边吗？整半天你也很少能看到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款游戏每次进入战场之前都会有这么一段出击画面。由于出击画面做的代入感极强，搞得我每次出击前都会在屏幕前大喊老 P ikimasu。本游戏中战场上可选择的机体种类也是相当的丰富，有可变形高速战斗型的，有远程狙击输出型的，有近战破盾高伤害型的，有无人机火力压制型的，还有辅助修理型的，基本上满足了绝大多数玩家的各种需求。像我早期最爱用的近战机赤霄，玩起来啊就特别带感。虽然对于新人来说啊，这种游戏不推荐一上来就玩这种近战，因为太危险，容易白给，但毕竟咱也是出过高达驾驶教程的 UP， 一上来如何蛇形走位，如何利用远程武器消耗，如何开立场掩护队友进攻，如何在恰当的时机出刀收人头，那还是有着一定理论基础的，所以玩起来啊还是能小秀一把操作的。总的来说呢，就是要判断好局势，一定不要觉得自己是近战机就一股脑的冲上去砍人，那基本就等于是找死。要充分利用手中的远程武器进行干扰射击，观察敌我双方形势，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切入。当然了，我个人还是更喜欢火力压制型的机体，比如解线机中新出的飓风，可以利用手中的蓄力炮以及无人机自动攻击进行超强的火力输出，还有着像立场护盾、骗锁无人机以及
及手持护盾这样的防御装备，使得涂装如此抢眼的我，不但能在混战局势中疯狂输出收割人头，还能利用机体的高耐久稳稳的占据运输车，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充分体现了机甲涂装显眼不要紧，只要敌人打不过你就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这款游戏的设定是护盾相对比较结实，可是大多数机体一旦护盾被破，本体就很容易给对手瞬间击破。飓风的话就是不但护盾结实，本体也相当肉，可以在被破盾以后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撤退，到安全区域等护盾恢复以后再上，这也使得这台机体的生存性能极高。地狱火也是类似的设计，只不过更偏重于进攻性，在打向天空之城这种难以快速复活的地图时，活着就是最大的输出，而且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抗击打能力以及蓄力炮的瞬间火力输出去干扰敌方的炮台的输出，保证队友的存活率，就有一种我知道你看我不爽，可你就是打不死我的感觉，还是挺爽的。另一个也是我挺喜欢用的机体，那就是可变形轻型攻击机天袭者。虽然叫轻型攻击机，但它的连射机炮加爆破导弹加导弹布撒器加干扰导弹全弹发射以后造成的瞬间火力倾泻效果还是非常炸裂的，而且还可以利用自身的高机动性掌控制空权，尤其碰到阿奎娜这种浮空远距离输出的机体，一旦发现它的位置就可以直接追到死，这东西让它在战场上存活实在是太危险了。同时在作战时还要灵活的运用可变形机构，准确判断自己该何时站桩输出，何时该变形巡航，并根据战场任务利用自己的高机动性迅速完成站点任务，打对面一个措手不及等等，可以说是一台可以无限拔高驾驶员上限的机体。当然了，喜欢这个机体的人也特别多，由于游戏的设定是同一支队伍里不能出现相同的机体，所以基本上很难抢到天袭者的使用权，只能祈祷队里的天袭者会玩了。最后再来说说游戏的整体手感和细节，我觉得呀，它与一些机甲作品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保证能够体现机甲厚重感的同时，还能展现出高机动喷射时的速度感，能把这两个看似冲突但在机甲题材作品中却频繁出现的场景完美的糅合到一起，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尤其是机体身上姿态治愈喷口的细节，真的是让我这个机甲控狂喜啊！战场上一些干扰火控的武器，以及有些地图中会出现的电磁风暴，还能让你体验在失去火控支援以后战斗是多么的艰辛，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计了，能更加凸显战场的真实感，超级加分哦。而且这里还真的有不少高达老粉丝，像跟前格有关的 ID 我就看了不下5个，玩起来呢真的是不由得会心一笑。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解线机官网预约一下游戏，到时候给自己的机体换上喜欢的驾驶员的涂装，来体验激战的快感吧。我在战场上等你哦。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